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谢主垂大人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 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家主，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。 被苏家所杀，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，我们做刺客的，刀口舔血。 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谢奇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。另外，传信给谢奇刀。 让他来，
九霄城。祈祷说，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道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。谁杀的？苏家，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，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什么人？死灭关，死灭关里锁着的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，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长河呀，长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你看我被木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花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，是我杀的。谢繁花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花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。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，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激情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穆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穆子哲就是个疯子。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但3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怕是不一样了。
老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木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又怎么了？老爷子怕木子哲报复，方才已派出了一批人马前去支援苏哲，但是他们发现苏哲并没有和苏沐雨动手，而是选择和苏沐雨还有那个药王谷神医同行，返回了株洲。难不成苏沐雨说动了哲叔？师父，方才不屑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，任务完成了。他没有说任务的事，只是留下了这个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！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喝药了？喂我？你怎么？伤人者为被伤者一点药，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，就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，
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；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祖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；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长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长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，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，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已经解了，难道小神医又回来了？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阿哲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锦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哼，多年前我也曾为大家长拼死一搏过，如今再次重逢，大家长居然讲我是来杀你的。哎呀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难道不是吗？原本是的，但我那个女将啊，收了钱就要把你治好，我听她的。你女儿？药王谷温家，难怪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大家长，要是没得你来找，我还没得办法跟我那个女重逢呢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你这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但切记，这几日不可以随意使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神医用移魂大法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，也是为了解你身上的毒。我可没有骗你啊！你看，你现在也变回一个健康的人了。那咱们之前说好的钱，是不是也该？答应给神医的都会给的。我只是很好奇，神医是如何治好我的？我以移魂大法和大家长同感同知，所以便也体会了一把那雪落一枝梅的万亿石参之痛。
可在此期间呢，我发现人体700念穴之中有一处没有被雪落一枝梅的毒所侵染，那就是至阳之穴。所以我用银针将那雪落一枝梅的毒全部都逼到了至阳之穴中。然后你再刺一针，将这些毒都放了出来。放了出来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毒按理来说是治不好的，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以命换命，这就需要一个内力极其精湛之人，以手掌覆盖至阳穴，将那毒生生给吸出来，也就等同于将毒引至己身。那么问题便来了，在这诸巢之中，有谁愿意为了大家长以命换命呢？阿珂，我还记得我们一同进入诸巢的那日，大家长原本连站都站不稳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一副正常的模样，不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你不愿意在他面前放松警惕的阿珂，最终却为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大家长，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吗？大概就是曾经的2个好兄弟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另一个呢，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啊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他走了。罗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罗拉，醒来也不必相见了。我与他之间的纠葛，从此一笔勾销。这处诸巢，你也自行处理了吧。大家长若已无事，那么这处诸巢便应是妖王谷的了。也好，那个小神医呀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没想到罗叔也有喜欢调侃别人的时候。哎呀，人总在临死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看透自己，获得真正的解放。如今，我不是安和的人了，也不是穆家的穆可文，更不再是这处诸巢的看护者了。哎呀，没有了这些负担，我忽然觉得活在这个世间，好像又添了几分的滋味，又不再是那么的想死了。罗叔，啊，我听说过你和苏长河的故事，你们很像我和年轻时的名策。哦，穆名策，就是曾经大家长的名字。我希望你们2人之间的结局，可以和我们不一样。
他说欠你的这一次已经还清了，你欠他的就等下辈子再说吧。他在人生余下的时间里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暗河，不必再见了。他已将你体内的毒素几乎全都吸走了，但还有些残余。我这几日服以针灸，便可全部清除。但切记，这几日千万不可妄动内力，恐使其复发。所以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是不是跟我们就没得关系了？那就劳烦大家长给提魂殿写封信。我要走了，喊趟莫佩英来追杀我哦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可你还是留了下来。有些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。哦？哎，不可妄用内力。这说，先容我和大家长聊聊，再做决定。你讲得对，你先聊。要是聊不通，我再来帮你收尸。那木雨就希望哲叔不要替我收尸了。神医已医好了我身上的毒，墨玉，你完成了属于你自己的承诺，我会给你自由。你过来。当年在鬼窟渊外，我那一剑为你下了生死同之毒，7年之期将至，为我内力刻画。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，现在我为你解毒。不必了，大家长。毒多年前就已经解了。什么？18剑阵大成那日，剑气冲贯全身，竟意外将那生死瞳化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一直以为你愿意不顾性命地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束缚。当年大家长于鬼窟渊外救我兄弟2人，这份情谊，便值得我拔剑守护在你身边。而成为魁的那一日，我也和12小一同立下过誓言。不是威逼，不引利诱，只是情义和责任。木雨认为，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谢谢。职责所在。不必再说职责所在，我更喜欢方才你说的那2个字：情义。暗河的炼炉教不出那2个字。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。剑神卓雨洛，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我始终记得，当年父亲曾和我说过的话。他说：“行走世间，重情守诺乃是根本。若忘其意，便失去了握剑的资格。”
重情少诺，就为这4个字，你誓死保护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有的代价不行。什么代价？苏长河，他不能死。墨鱼，我已经老了，虽然身上的毒已经除去，但却也没有几年可活。这柄绵龙剑，你觉得应该交给谁呢？无花无酒清明雨，剑刀剑剑断魂路。真是一个适合苏沐雨的好天气。可想过取个什么名字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护住，放在一块浮木之上，顺流飘到了这里。那是一个傍晚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。不错的名字。你呢？你想叫什么？生日为长，意为兴盛，明亮，所以我就苏昌河。有路可条，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，朝露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渡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只不愿出游借我的春宵。也只不愿出游借我的春宵。家主，苏沐雨已经过了清河街，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一个人来的？是。看来是发现了我们的住处，特地来找我们的。一个人来，他是想和我们谈判。他会和我们谈判吗？长河，他谈什么判？平时让他多说几句话都难，还指望他能口若悬河的谈判？谈判可以不动嘴，尤其我们苏家人，动剑就好。等你许久了，苏沐雨。我找老爷子。止步！苏沐雨，让我来试试你的剑。苏泽对苏沐雨啊，雕虫小技，还是用出你的18剑阵吧。你想看我的剑？我要看看，谁才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剑客。为何苏家最强的剑客在他们之间？这是苏泽赐封的吗？
你用的是匕首，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